每年一到申报所得税的时候，对于那些薪资不低的人来说，总是让人头痛不已啊。但是你有没有研究过，其实申报所得税也是可以有省税的方法哦。掌握重要的6个招式，不只让你今年能省税，未来的每年也都能够省税。难道你不想学吗？后面就让狂人来教大家如何省税吧。大家好，我是玩乐狂人，跟大家一起学习、成长、玩乐。我就是狂，疯狂玩乐的人。本频道专门提供给想要提升财商思维的你，透过投资理财以及职场晋升，帮助你快速的累积财富，获得财富自由，实现自由人生的目标。如果你对这类议题有兴趣，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加速获得财富自由的相关知识了。狂人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月薪非常之高，总是令人羡慕不已啊。不过呢，每年一到申报所得税的时候，他总是一脸苦闷，开心不起来。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不试试省税的方法呢？他说他已经尽力了，但是还是很难免高额的税款。我跟他说，我有些省税的方法是合法的，但是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你想不想试试看啊？于是我就介绍给他几个方法，他试用后发现确实能够省下一大笔税款，对于未来每年的省税也有很大的帮助。他相当的开心，也很谢谢狂人我分享这些资讯给他。下面狂人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省税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节省税负。如果你也觉得申报所得税是个头痛的问题，不妨也试试看这些方法，或许可以让您的所得税少一些，生活更自在一些。首先，狂人带大家先从2022年到2023年的税额比较分析开始。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我们要省税之前，首先要先了解分析一下今年的游戏规则是否有所改变了呢？画面中表格，我们拿去年跟今年做一个比较表，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改变在哪里，差异在哪里了。狂人统计其中有5个扣除额项目均有调升，也就是减税，政府给人民的红利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哪5项呢？第一，基本生活费部分由去年每年 19.2 万元调升为每人 19.6 万元，增加了4000块的额度。第二，免税额部分，如果是一般人，由去年每年的 8.8 万元调升为每人 9.2 万元，增加了4000块的额度。如果您是70岁以上的人，也由去年每人 13.2 万元调升为每人 13.8 万元，增加了6000块的额度哦，这个幅度蛮多的。第三，标准扣除额的部分，如果是单身，由去年每年12万元调升为每人 12.4 万元，增加了4000块的额度。如果有配偶，由去年每年24万元调升为每年 24.8 万元，增加了8000块的额度。第四，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的部分，由去年每人20万元调升为每人 20.7 万元，增加了7000块的额度，这边也不少。第五，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的部分，由去年每人20万元调升为每人 20.7 万元，这边也增加了7000元的额度，也是一个大幅度的上升。其中呢，还有4个扣除额的项目跟去年是一致的，并没有任何改变，包括下面的4项。第一，教育费特别扣除额 2.5 万元。第二，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12万元。第三，长期照护特别扣除额12万元。最后一个第四，储蓄特别扣除额27万元。接着狂人跟大家一起来看2023年所得税税率的集句说明。这个集句说明通常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资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推算出
今年大概要缴多少所得税的天花板。那它的计算公式呢，就是综合所得净额乘以税率减掉累进差额，就会等于应缴纳的税额了。那税率的部分呢，跟往年是一样的，分成5个等级。首先一，税率 5%， 所得净额是0到56万，累进差额是0元。2，税率 12%， 所得净额是56万到126万，累进差额是39200元。3，税率 20%， 所得净额是126万到252万，累进差额为14万元。税率4， 30%， 所得净额252万元到472万元，累进差额为39.2万元。税率5， 40%， 所得净额为472万元以上，累进差额是86.4万元。今年每个集聚都跟去年相比，都有提高2万到19万不等，也就是减税政策，让人民少缴一点税金，这是政府给人民的红利。接着狂人就带大家来分析，已经要报税了，你还能够怎么样省税呢？当你已经要报税了，或许会感到有点焦虑和不安，特别是当你试算一下，发现要缴的税额非常高的时候。但别担心，你仍然有机会在报税的时候节省一些钱的。以下是几个方法，可以让你轻松减少税的负担，请您务必一定要试试看。方法1，抚养眷属，人越多，税省越多。如果你有结婚生子、抚养亲人等家庭支出，你可以利用抚养亲属的规定，节省所得税。抚养你的父母、配偶、配偶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就有机会让你省到税。2023年申报规定，一般人扣除额是 9.2 万元，如果是70岁以上的扣除额就高达 13.8 万元，这个要多加利用哦。举例说明，如果您夫妻2个抚养2个小孩，再加上70岁的父母2人，那你今年的扣除额就会是 9.2 万乘以4， 13.8 万乘以2，两个相加起来，可扣除额就来到了 64.4 万元。那又如果你的税率是来到集聚 20%， 在不考虑其他扣除额的情况底下，大概就可以节省到12万元哦。这个税金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另外，合法申报抚养的相关条款，在这边也让大家知道，纳税义务人可以申报抚养本人和配偶无谋生能力的直系尊亲属。如果受抚养的直系尊亲属已经年满60岁，申报时呢就不需要减负任何文件。如果未满60岁，那就需要呢减负呢下面的情况，认定他是无谋生能力者，才可以申报抚养。1，当年所得额不可以超过财政部公告每人基于生活费所需的金额，也就是 19.6 万元，超过就不能了。2，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人也可以列为抚养。方法2，特别扣除额用好用满，省很多。特别扣除额共有7个大项目，相关扣除额如表格所示，每个项目都有不同的相关规定以及办法，让我们来逐一检视。1，薪资所得，扣除额为20万7千元。2，储蓄投资，扣除额为27万，要注意不包含私人的贷款利息收入，也不包含邮局活存利息收入。3，幼儿学前，扣除额12万，要注意有排付条款哦。4，教育学费，扣除额 2.5 万。5，身心障碍，扣除额 20.7 万。6，长期照顾，扣除额12万，这个也要注意有排付条款。7，财务交易损失，扣除额不可超过当年度申报的财产交易所得为限，
以发生事实减负相关证明文件为主。其中呢，第二项的投资扣除额特别对于邮局活存利息收入是不纳入所得计算的。所以如果有朋友您的户头需要保持着大量活存的人，而活存我们都知道多少会产生一些利息收入，那你就可以善加利用，使用邮局的活存，邮局产生的活存利息有免税的效果，可以多加善用哦。方法3，善用列举扣除额来抵税。列举扣除额有6大项目，包含捐赠、人身保险、医药及生育、灾害损失、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房屋租金支出、罢免案支出以及私立学校捐赠。其中每一项的规定呢都不少，狂人透过财政部的公开资料整理表格给大家参考。细节狂人在这边就不全部说明了，大家可以自行参阅，或者是到说明栏处有玩乐狂人的 blog 文章连结，透过文章自行去查阅。后面狂人针对几个比较特别或者是需要注意，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用得到的部分挑出来说明一下。1. 捐赠部分，捐赠给一般的机构是有上限的，只能综所税的总额的 20%， 但是如果你是捐给政府的话呢，那就没有上限咯。2. 人身保险的部分，每个人最高呢是 2.4 万元，但是健保费和补充健保费是没有上限的，所以如果您的股息被课征了很多补充健保费，请你不要忘了，这边是可以拿来做抵税用的哦。3. 医药以及生育费的部分也是无上限的，如果因为意外造成庞大的医疗费支出，这边就可以收集单据拿来做抵税使用哦。4. 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的部分，每户最高可以到30万元。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在背房贷，房贷每年缴给银行的利息是可以拿来做抵税，这个不要忘记了。5. 住屋租金支出的部分，每户可以最高到12万元。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买不起房子，只能租房，房屋的租金也是可以拿来做抵税的哦。以上5个列举扣除额是大家比较容易有机会使用的部分，大家一定要多多利用，拿来做抵税，不要浪费了。以上是3种已经要报税了，可以使用省税的方法。不过狂人也知道，这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其实节税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没办法，因为已经要报税了，效果有限也是必然的。不过正所谓临阵磨枪，不亮眼光啊！希望大家可以运用这些方法，能多少的省一些税回来，帮助大家省钱。如果要节省大金额的所得税，其实是要从长计议的。下面就让狂人告诉大家，对于每年都要缴所得税的未来，要如何运用合法的方式来省税。以下我就提供3个大方法给大家参考。方法1，劳退自提 6%， 不会列入个人的所得。随着人口的老化，寿命越来越长，劳退金的退休制度也更加的重要。劳工自提退休金也日益盛行，劳工在工资 6% 的范围内自愿提拨退休金，可以不纳入年度薪资所得课税哦，这个可以善加利用。例如，某个劳工每月的薪资是10万块，含2个月的年终，全年的薪资所得总共是140万元。每个月呢，自行提拨 6% 的退休金，经计算后，当年劳工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就达到了 7.2 万元。那该 7.2 万元呢，是可以不计入个人的所得税去课税的。如果该劳工的纳税集聚在 20% 的话，在不考虑其他的扣除额的情况底下，大概可以省下14400块的所得税金，这也是一笔节省下来的钱。如果你的收入更高，那节省下来的金额就更为可观了。
方法2，善用海外所得免税额。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少人开始透过海外投资来增加财富。如果你能够善用海外所得的免税额，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税的负担，让你的投资报酬率更为可观。海外投资收入免税额每人每户为100万。如果你投资的是股票，国外的配息收益也不用像国内股票配息一样，超过2万元还要被多课健保补充费 2.11%， 扣完健保补充费之后入袋的金额还要被计算所得，等于是被扒了2次皮啊！海外投资收益好处多多，省税也多多，狂人大推美国开证券户，直接购买美股，优点很多。之后会再另外做教学影片，跟大家说明美股投资的好处，建议大家可以去投资美股。如果您对投资美股有兴趣，还请大家多多关注玩乐狂人的频道。方法3，开公司报账节税。如果你的年薪超过200万以上，而且个人薪资收入可以转成公司收入，通常专业会计师就会建议您开公司来节税。开立公司除了可以扩大事业的版图，增加收入以外，还可以减轻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如果你有一些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例如职业培训、商务旅行、专业训练、交通费、餐饮费等等的费用，你可以将这些支出归纳到公司支出中，然后进行报账。报账之后，这些支出就可以减轻公司的所得税，也进而减少个人所得税的负担。除了报账以外，开立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税务的优惠政策，例如公司可以享有更高的折扣额、更低的税率等等。这些政策都可以减轻税的负担，增加收入。不过，开立公司还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例如公司的注册、税务的申报等等，也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且要多投注时间去做公司的管理，需要仔细的评估计算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一旦都确定之后，再来进行开立公司。另外，狂人提醒，开立公司报账，在进行这样的财务规划时，务必遵守税法法规相关规定，避免进行违法行为。如果你有相关需求的疑虑，建议寻求专业的会计师来协助，避免造成为了节税一不小心就违法了的情况发生。以上3个方法是长期规划省税的方法，建议要省下大金额的所得，千万不要等到报税的时候呢才来关注，临时抱佛脚，成果有限。要在事先进行充分的规划和准备，才能更好的减轻未来的所得税的负担。不过要注意，该报税的部分还是要报税，要遵守税法的相关规定，避免违法行为。一旦违法，将会得不偿失。本影片中，我们分享了一些省税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减轻现在以及未来的所得税的负担。在今天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学习理财知识已经变成非常重要。所以，除了学习省税方法之外，我们更应该要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务，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轻松以及美好。玩乐狂人的频道之后也会常常推出关于理财相关的知识的影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按赞，并且订阅本频道，还要打开小铃铛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加速获得财务自由的相关知识了。最后呢，福利来了！如果你对于投资理财、退休理财、职涯规划、面试技巧、团队领导或者是专案管理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人咨询的话，
很欢迎您透过下面的说明栏的连结，去免费预约狂人我的时间，我们一起上线针对你的现况来讨论。希望借由这个咨询，可以帮助到你解决问题，直接找到方向。玩乐狂人衷心的祝福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接下来的事业顺利，并且找到自己实现自由人生的方法。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